有没有音乐？从前，从前有一个毛毛虫跟蒲公英的故事。又站在你家的门口，我们重复沉默，这样子单方面的守候，还能多久？终于你开口向我诉说他有多温柔，虽然你还握着我的手，但我已不在你心中。我真的懂，你不是细心研究，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，当你寂寞时候。别再看着我说着你爱过，别太伤痛，我不难过，这不算什么，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，我也不懂，就让我走，让我开始享受自由，回忆很多，你的影子也会充满我生活。我并不懦弱，你比谁都懂。虽然寂寞，这会是我最后的宽容。终于你开口向我诉说他有多温柔，虽然你还握着我的手，但我已不在你心中。我真的懂，你不是细心研究，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，当你寂寞时候。别再看着我说着你爱过，别太伤痛，我不难过，这不算什么，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，我也不懂，就让我走，让我开始享受自由，回忆很多，你的影子也会充满我生活。我并不懦弱，你比谁都懂。虽然寂寞会是我最后的宽容。抱紧我，再抱紧我，这一份感动，请你让我留在心口，别再说是你的错。爱到了尽头，是非对错，就让它随风忘了所有，过得比你快活，真的懂，你不是细心研究。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，当你寂寞时候。别再看着我说着你爱过，别太伤痛，我不难过，这不算什么，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，我也不懂，不要再说，或许这是最好的结果。现在分手总好过你不爱我一拖再拖，松开你的手，离开你左右，我向前走，这会是我真正的解脱。
天空之间，像泪在眼眶盘旋。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，沿途经过的从前，还来不及再重演。拥抱早已悄悄冷却，海潮声淹没了离别时的黄昏，只留下不舍的体温。星空下拥抱着快凋零的温存，爱只能在回忆里完整。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，不该让你看见嘴角那颗没落下的泪。如果这是最后的遗愿，在你离开之前，能否让我把故事重写？天空之间，像泪在眼眶盘旋。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，沿途经过的从前，还来不及再重演。拥抱早已悄悄冷却，海潮声淹没了离别时的黄昏，只留下不舍的体温。星空下拥抱着快凋零的温存，爱只能在回忆里完整。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，不该让你看见嘴角那颗没落下的泪。如果这是最后的遗愿，在你离开之前，能否让我把故事重写？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，不该让你看见嘴角那颗没落下的泪。如果这是最后的遗愿，在你离开之前，能否让我把故事重写？其实他做的坏事我们都懂，没有什么不同。眼光闪烁，暧昧流动，闭上眼当作听说。别人站
招数我们都懂，没有什么不同，故作软弱，撒娇害羞，只是有一点别扭。傻瓜也许单纯得多，爱的没那么做作，爱上了我不报。我会好好的，花还香香的，时间一直去，回忆真美丽。我是想着你，一直想着你，你在我心底变成了秘密。不要说你爱我，你伤我，如果你的心里没有这么做，只是勉强的敷衍我，我知道了会很难受。我要你默默走，不回头，我会清楚明白你要的是什么，无需勉强的安慰我，说奇怪的理由，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，是爱情的有情的都可以，那是我心中的幸福，我知道它苦苦的，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，是爱情的有情的都可以，那是我心中的幸福，我知道它苦苦的。不要说你爱我，你伤我，如果你的心里没有这么做，只是勉强的敷衍我，我知道了会很难受。我要你默默走，不回头，我会清楚明白你要的是什么，无需勉强的安慰我，说奇怪的理由，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，是爱情的有情的都可以，那是我心中的幸福，我知道它苦苦的，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，是爱情的有情的都可以，那是我心中的幸福，我知道它苦苦的。我会好好的，花还香香的，时间一直去，回忆真美丽。我是想着你，一直想着你，你在我心底变成了秘密，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，
是爱情的、有情的都可以，那是我心中的幸福。我知道它苦苦的，到现在还是深深的、深深的爱着你。是爱情的、有情的都可以，那是我心中的幸福。我知道它苦苦的，要给你远方的祝福。我知道它苦苦的。有谁能够告诉我，时间的海多深？你和我的心明明曾经是相爱的，是否你还听得到我呼喊你的名字？为何我有种靠不近你的心情？越来越不能够相信生命之中没有你，好像天国没有美丽的嫁衣。为什么在我的眼里总有预感将要下雨？就算走在人群里也觉得好孤寂。为什么在你的眼睛我看不到你的疼惜？难道爱已融化在世界里？有谁能够告诉我，爱的天空多远？你和我的梦是否可能会实现？越来越不能够相信生命之中没有你，好像天国没有美丽的嫁衣。为什么在我的眼睛总有预感将要下雨？就算走在人群里也觉得好孤寂。为什么在你的眼睛我看不到你的疼惜？难道爱已融化在世界里？为什么相爱的原因随着你转身的离去，爱的天国已遥不可及？飘落的雪，寒冷刺骨，叹一口气，
月光知道我所有的企图，不过是在你心口写一页书。漫天的雪经过亘古，谁能逃脱岁月的凌辱？落花掩盖了我所有的愤怒，我将如何面对那么多维度？然后我就笑着哭，默默在心里筑一个湖，接受所有北京的礼物，连遗憾也不敢辜负。然后我也不认输，慢慢拒绝这苍生的苦，走过寒冬，像依旧如故，等春色再晕染归途。漫天的雪经过亘古，谁能逃脱岁月的凌辱？落花掩盖了我所有的愤怒，我将如何面对那么多维度？然后我就笑着哭，默默在心里筑一个湖，接受所有悲喜的礼物，连遗憾也不敢辜负。然后我也不认输，慢慢拒绝这苍生的苦，走过寒冬，像依旧如故，等春色再晕染归途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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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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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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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过寒冬，像依旧如故，等春色再晕染归途。给我一整天一个人沉默，最难下的决定往往是最对的，没错。那些话那些事还在心底触摸，
承认吧，我们的明天却没有下落。曾经以为幸福垂手可得，但爱一旦被挥霍，反而让人更寂寞。有天当你想起我，时间已摆平所有犯的错，也学会不再问为什么，但至少我们必须都快乐。直到有一天，面对爱情开始吝啬，会不会怀念所有的炙热？可是当你想起我们早已经失去了联络。一路上经过各自曲折，才明白最现实的是生活。直到有一天，选某个人相濡以沫，会不会后悔现在的非走不可？给我一整天一个人沉默，最难下的决定往往是最对的，没错。那些话那些事还在心底触摸。承认吧，我们的明天却没有下落。曾经以为幸福垂手可得，当爱一旦被挥霍，反而让人更寂寞。有天当你想起我，时间已摆平所有犯的错，也学会不再问为什么，但至少我们必须都快乐。直到有一天，面对爱情开始吝啬，会不会怀念所有的炙热？可是当你想起我们早已经失去了联络。一路上经过各自曲折，才明白最现实的是生活。直到有一天，选某个人相濡以沫，也许会后悔现在的非走不可。人家当牛骂你在唱歌，然后呢 ？So。
谁先爱上谁都记不清，怎么称得上知音？第一次吻你的我并不用心，眼神在闪躲，不敢看你。最后一场戏是我暗恋你，午后你就要离去。你让我看向天际，三只风筝摇曳。你说你已经爱上这里，我想放弃一切的理智去抱紧你，把你留在身旁，留在心间，留在梦里。我鼓起勇气，把风筝线攥在手里。我会收集一切的美丽都寄给你，比如说清晨阳光、山间薄雾或是乌云，就算是变成秘密，风筝消失天际，最后一丝力气吻你。最后一场戏是我暗恋你，午后你就要离去。你让我看向天际，三只风筝摇曳。你说你已经爱上这里，我想放弃一切的理智去抱紧你，把你留在身旁，留在心间，留在梦里。我鼓起勇气，把风筝线攥在手里。我会收集一切的美景都寄给你，比如说清晨阳光、山间薄雾或是乌云，就算是变成秘密，风筝消失天际，最后一丝力气吻你。我想放弃一切的理智去抱紧你，把你留在身旁，留在心间，留在梦里。我鼓起勇气，把风筝线攥在手里。我会收集一切的美丽都寄给你，比如说清晨阳光、山间薄雾或是乌云，就算是变成秘密，风筝消失天际，最后一丝力气吻你。你都多远了，心也够倦了，无奈的眼神怜悯着无声，无声的也有丢下理智的灵魂。温柔的我会丢下你家的门，呼之欲出的花迷人，就像是日日夜夜付出的青春。我逞强时的语气你听不到，我自私的心境你却明了。我委屈时样子像刺猬一样，满身的泥呀冲破黑色街道。我知道它一直是你的最好，也清楚对你来讲我不重要，就让我把悲伤的刺统统都拔掉。
浑浊的我会通过你家的门，呼之欲出的画迷人，就像是日月月付出的青春。我成长时的语气你听不到，我自私的心境你却明了。我委屈是样子像刺猬一样，满身的你呀冲破黑色街道。我知道它一直是你的最好，也清楚对你来讲我不重要，就让我把悲伤的刺统统都划掉。我成长时的语气你听不到，我自私的心境你却明了。我委屈是样子像刺猬一样，满身的你呀冲破黑色街道。我知道它一直是你的最好，也清楚对你来讲我不重要，就让我把悲伤的刺统统拔掉。片尾曲。想听晚星听不了了，8点多，唱一会儿就得那个结束，8点多了，扰民。啥时候出正式版？什么叫正式版？我们的晚星是在专辑里边，是收费专辑里边的啊，不会出什么网上的版本，可能要出也是1年之后了。只有买专辑才能听到这首歌啊！晚上好，谢谢时光望海的粉丝团。你怎么去惠州搬家了吗？还是本身我就几年前我就在惠州买房子了，我在惠州买房子已经买了很多年了。我是2022年买了一个，2024年买了一个，2025年2024年买了一个，然后2026年又买了一个。外面应该下雨了。谢谢这个伟伟送出的小心心。刚才那个从云是我微信里的从云吗？白里暴晒，啥意思？平时是有多丑？
想念图图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想念我？绿豆还有更新吗？应该周四能更，周四应该是大结局，周四应该是大结局，应该可以更不知道能不能更，应该差不多，大概。几分钟？什么叫几分钟？什么几分钟？问问题，我不知道你们在问什么。是，那你对，它是穿越嘛，穿越那肯定那个需要那个 AI 嘛，要不然你根本就你怎么实现飞呀、吊威亚呀，对吧？我们又没有特效，只能是用 AI。第14集也有特效，你们一看就能看出来，这 AI 你们一看就能看出来。大结局时长10多分钟。叙事方式太绝了，啥意思？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外边应该是在下雨，这么大动。谢谢这个异想天开送的粉丝灯牌。你也在下雪？你是哪个城市下雨？刚染了一个头发，其实算是偏红色，但是染出来就偏黑色。汕头，怪不得。你看看天气预报有没有台风？你们要有台风，我们也有台风。前2天你们应该也刮到风了，对吧？我没关窗户，家里刮的乱七八糟。看看这2天有没有台风吗？真的好危险。我要放弃觉得美丽的记忆。没有是吧？我们最近是想那个，开车去那个北京，一路上然后见粉丝。这个需要大家参与嘛？就是我们一路北上，一路北上，然后我们去每个城市，然后见粉丝，然后可能会跟粉丝达成就是一个合作关系，就是进行一些采访，然后做一些自媒体的一些视频。如果你们想跟我们参与的话，就是可以私信我们，就是想说跟我们聊一聊。然后有一些粉丝朋友可能说那个就是不能出面啊，我们就打马赛克就可以了。我们是可以打马赛克的，其实就是想就算是跟大家聊聊天，然后也算是丰富一下我们的这个自媒体的这个账号的日常。所以就是有想参与的，然后又不想露面的，然后又想倾诉，然后聊一聊你身上的一些故事啊，或者说就是心里的一些难受啊，包括一些一直都想对某人说的话呀，其实我们可以聊一聊的。对，
都会路过哪个城市？我们应该是第一站应该是南昌，啊，第一站应该是南昌。我们基本上都是一个省，大概一个城市左右，除非就是有那个省可能2个城市都比较有名气，那我们可能会去2个城市，啊，一方面我们是想旅游，另外一方面就是去北京确实有事儿，第三方面就是我们想，就是丰富一下这个自媒体的那个账号，所以大家就有想跟我们见面的，想跟我们聊一聊的都可以的，啊，这都没问题。大家好，今天准备给大家录一期自己在家剪头发的教学。那我们要用到的，首先是一个理发器、一把碎剪，还有很多不同的卡尺。首先我要处理一下两边的一个头发。那我先选3毫米的一个卡尺，在推底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尽量贴着头皮去推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模糊形状。那再往上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再继续贴着头皮去推了。可以看到现在这边是有一个角的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把这个角修得自然一点。就是把2个角大概修圆的一个效果。后面的头发的时候非常需要注意一个手法，低来，然后这样子吸着往上推，推完之后效果很见，先把底部的推到，因为剪后面的难度确实是挺大的，我自己也经常剪失败。那如果后面剪得不好的话呢，咱们就跳过，因为平时咱们照镜子的时候根本看不到后面，所以就直接无视，好吧？那接下来换一个更短的卡尺，这个时候我会选择到的是1毫米的一个卡尺。做到1毫米的卡尺呢，主要是修更底部的一个区域，让它有一个渐变的效果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剪头发之前，一定要先确定你的充电器是有电还是没电。OK， 然后其实前面大概差不多，那我们就直接进入第3步吧，用这个碎剪去修剪一下剩下的头发。我们可以先把头发像我这样子把头发拨起来，然后再去用碎剪去进行修整。主要剪的地方就是刚才过渡不太自然的一些地方，这些地方修剪完之后呢，整个发型基本上就差不多完成了。因为是短发的话，我们需要往上面打点东西，喷点啫喱水之类的东西，看看效果会更好一点啊。这个就是发型剪完之后的最终效果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前后对比的效果吧。这个就是剪完之后的效果，虽然说还是有挺大瑕疵的，但是基本上正面看起来没什么问题，那就 OK 好吧。后面可能问题比较大，但是没关系，咱们看不到。大家好，今天准备给大家录一期自己在家剪头发的一个教学。那我们要用到的，首先是一个理发器、一把碎剪，还有很多不同的卡尺。首先我要出。那聋人怎么交流啊？聋人就是跟正常人怎么交流？不是正常人，跟那个就是没有就是普通人怎么交流？我就。就是给后面。
这个叫小盛的，我看到你的私信了啊。你不是已经找那个阿格达问过了吗？找别人问过了。这个事也太好了，总价62万就可以买到精装修江景3房，正看来复式扬帆起航。房子位于南滨路飓风江山里，07年的小区，步行环线7分钟。房子间面83平，套内64平，3室1厅，户型方正，采光视野好，2个卧室和客厅都正看东水门大桥以及来福士。而且房子是精装修的，干净清爽，可以拎包入住，完全是小辈子的梦中情房。不好的一点就是房子是顶楼，但正因如此，价格才这么划算。书包是海棠溪小学和39中。疯了，62万。总价40多万就可以在渝中买到正看江的2室1厅，而且还是电梯房小区。小区叫明星花园，是老小区，是8号线菜园路站就在小区门口，地铁开通后非常方便。房子建面66平，套内55平，正规2房带外阳台，简单装修，户型方正，客厅和主卧都正看江，看河光年大桥。对面就是虹桥半岛，东南朝向，采光也可以。中高32楼，橱柜和衣柜没用。书包是中华路小学竹园校区，还有刷业主底价45万，很诚心的价格，前期投入5颗，月供1719块，就可以拿下这套性价比将近好房。感兴趣的总裁评论留言：重庆找好房，小辈子帮忙。其实还是可能会去重庆或者说武汉去买一个房子，买一个小房子。重庆房价挺好。步行2号线，采光好，总高33楼，房子在29楼，3梯8户，房子位于盘龙商圈中心，生活配套齐全。在哪里定居呢？没有想着在哪里定居，就是想买房。不是串房，周边生活配套齐全，步行上海城商圈6分钟。谢谢小猫老弟的粉丝灯牌。学校也近，读天台港小学和珊瑚中学。重庆很好啊，月供2235块就可以。为什么房价这么低？感兴趣的总裁评论留言。今天去碧沙湖地铁站附近，一个96.8平的电梯3房，价格63万8，而且还带一个早。那里夏天估计很热，哪里会热过广东呢？广东都能住，重庆住不了。电梯全部都已经新装好了，直接可以按电梯上楼，嘎嘎新的电梯。我这种单位老房子，它停车有点紧张了。谢陈猎人。愉快住电梯小高层3房，朝南带落地窗阳台，户型整个是南北通透的。房子134.84平，电梯3房2卫，价格79万8。总层1、12层的小高层，我们这个房子在9层，中间楼层啊，1层2户的，而且这个单元在换新电梯了。来吧，看一下这个房子户型。房子家具家电看是应该是00年的装修了，而且又是这种小粗层设计。这边是入户，1梯2户的。进来我看到业主有全屋装暖气片啊，当年应该是装修搞了点钱，但现在这个装修过时了，现在只有5900平的电梯房。房子这里是南向的客厅，带落地窗阳台，这小错层上来就是我们的餐厅，南北两边对流，南北通透的户型啊。餐厅也是装暖气片的，餐厅过去这边还有北面的阳台，也就是南北双阳台，户型其实真可以啊，就是要搞装修。这个阳台旁边就是我们的厨房啊，厨房也是带窗的。我看一下啊，哇，业主当年还是用的德国威斯曼的燃气锅炉哦。为什么长沙的房子都喜欢做错层呢？好奇怪。3卧室2
2卧朝南，1卧朝北的，这边是南面第1间卧室，然后旁边这边是南面第2间卧室，主卧带了一个内卫，这个卫生间也是有窗的，还有当年的大浴缸啊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卧空间啦，空间还是蛮宽敞的，就是你放个1.8米的床，旁边还有空间放床头柜之类的。它这边有一整面做壁柜的空间，然后窗台这里应该也是做的这种飘窗柜了。79.8万，我的妈！很多东西，哎，还不错，而且整个都是空的。那这个窗台应该就是可以做全落地窗，房子户型采光其实没问题啊，就是只要你不介它楼龄跟这个小错层。北面第3间卧室，采光也挺好的。旁边还有一个卫生间，这是我们房子第2个卫生间了，也是带窗的，能做的干湿分离。外面这一节可以做洗手台，里面就是蹲坑。好，房子看完了，这样的全平户型3房2卫，又是小高层，5900一平。现在我们看一下楼下的小区环境，这个小区基本上都是电梯小高层了，然后充电是这块有个电动车充电棚。地面停车和地库停车都是有的。他们最近在换新电梯，小区叫做福乐康城小区，在我们的人华区赤岗岭地铁站附近，到地铁站大概有。欢迎来到长沙五一广场太平老街啊！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太平老街里面的房子，位置是妥妥的市中心啊，但这个房子可能要爬楼啊，里面的单位老房子，据说2房30来万。还有点兴趣啊！这里是不是你曾经打卡过的地方？这个里面我想着肯定停车是不可能的，这里面电动车都有点难骑啊。不过这房子应该适合收租或者是不需要停车的朋友，2个人还是可以，但是4个人肯定不行啊。上去看一下房子吧，就在这个楼上啊。OK， 现在我们爬楼上去看一下这个房子啊，房子是6楼的顶楼。但是这个楼体还蛮短，6楼的顶楼，那你不早说。总价66万，总价66万，3房的房子哦，还带精装修，碧桂园深汇城花园，属于1线民生的位置。这里去深圳沙田地铁站不到3公里，我们进去看一下房子到底怎么样。进来小区花园里面哦，总共的话有17栋。1楼大堂。2部电梯，2梯4户。我平时抓大鹅。里面了哈，房产正面积是92平方的，户型图在上面。雨好大呀！阳台朝南，看整个小区的园林。3房1卫的户型。像这套房子的话，一口价66万，你觉得可以吗？过来差不多2公里，在那边可能就是一个平层，这边的话就是一套4层的精装修别墅。关键的是它还是第3期，最新的一期，楼间距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差不多大概是30-40米了。终于等到了龙光城建。每天我其实都在留意这些房子，但是就一个好房子让我买下来了，再也碰不到这么便宜的房子。
现在就觉得，我觉得房子太贵了就没必要了，4000块钱一平我能接受，要是一线城市6000块钱我能接受，5、6千块钱我能接受，对。再高了我觉得就没必要了，我就觉得一个房子现在也不确定，也不确定就是说会不会15000买的，你买的高点，我曾经房子也买的高。我深圳的房子我买的是4万一平，4万5一平，物业费贵不贵？老小区物业都不贵，老小区的物业也就是1.5块以内。你也觉得你是在哪个城市吗？明浩，你是在哪个城市？我看你的城市是不是5、6千块钱？石家庄不止吧？石家庄可不止，石家庄离北京那么近，应该不止，而且它是个省会城市，我觉得你们起码就是6、7千块钱、7、8千块钱差不多，对，8千块钱左右，甚至到1万、15000左右，8000到15000左右，我觉得，对，差不多。对，去买个二手，我觉得现在买二手也划算。石家庄，你觉得石家庄好吗？石家庄你觉得好吗？在这个城市让你想到的点是什么？就是石家庄，一提到石家庄，你觉得石家庄有什么？是让你就觉得是这就是石家庄，有没有这个点？根儿在这儿，那跟我们东北人不一样，我们东北人觉得啥根儿不根儿的，东北人满世界满中国全是东北人，我不认什么根儿不根儿的啊，我觉得哪儿舒服就在哪儿，和一线城市没法比。就是我现在评价一个城市，就是它物价怎么样，生活怎么样，然后气候怎么样，流失太严重，那肯定，东北。我可以负责任说，其实东北人没有都去三亚，东北人最主要的是往南走，东北人是往南走多一点。东北人出走的第一大原因就是东北会比较。就是也不是东北了，就是北方城市都有点人情世故，办公室都是人情世故，这一点其实不利于城市发展，北方城市都有这个问题，你看北方城市不如南方城市，版纳也多，对，是的，哪儿人都多啊，北方就这个问题就挺严重的。对，东北人其实生存能力比较强，就是适应能力比较强，
野蛮生长的一个人群，我觉得我的适应能力就非常强。比如说一开始来广东，我就觉得说非常格格不入，后来很快就融入下来了，而且对这边饮食啊、气候啊、温度啊都挺好的。但我依然我觉得，因为我有一些邻居啊，让我会觉得说南方人其实南方人我觉得他可能情义这一块儿，较东北人会弱一点。举个什么例子呢？就是我家邻居应该是惠州本地，或者说是那个就是潮汕那边的，我也不知道他是哪儿的，反正他就是广东地区的，就会比较斤斤计较，比较事儿，然后比较就是奇怪，但是东北人就不太会，都应该不会回东北生活了。我是随心，我觉得哪儿，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我不觉得说我一定要在哪儿。我生活也是这样，我不觉得说我一定要做什么，我一定要变成什么人，我就觉得怎么舒服怎么来。而且人也不是人吧，就是我是一个隔一段时间一个想法。对，而且我的实践能力不是我的实践能力吧，我的实践能力比较强，就是我行动力比较强，对，我想什么我就做什么。我小的时候是在农村，农村反正我不知道城市的孩子是怎么度过的，反正我觉得好像我周围的人全是农村，也没有特别多城市。如果说是城市长大孩子，我觉得跟你的思想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，可能你俩就做不了朋友之类的。我一直都觉得说城市里的孩子他们看待事情的角度啊，处理事情的方法呀，跟农村的孩子完全不一样。没有说谁好谁坏，就是不是一路人嘛。我不太会去高攀之类的，对。像我现在大火炕，还有铁锅饭，这就是我们的日常，我们也不太会去刻意的去记一些事儿。农村给我最直观的感觉就是我们特别东北的农村在消失。就东北的农村在消失，就是小的时候的一些痕迹在消失，所以我去年还是前年吧，我回了一趟童年生活的地方嘛，就全抹掉了，就是好像你的童年就被抹掉了，然后你的老房子啊、小学呀，包括就是街道啊，都被抹掉了，就是这种感觉其实挺恐怖的，就是你会觉得你这人这一辈子好像没多大意义，哪怕你做出成绩也会被抹掉。我是会有这种感觉，我会觉得很人间不值得，就那种感觉，就是好多东西你是留不住的，没有痕迹的，就大概你看我的小的时候可能就是25年嘛，我回到我小的城市25年基本上没有了，
就是那些痕迹就没有了。所以哎呀，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，包括昨天我跟我妈妈一起吃饭，然后聊到生死啊之类的，聊到什么老人现在的想法啊之类的，一点都不会避讳这些东西，就觉得说现在说也知道彼此真实的想法之类的。之前可能没接触过生死，会觉得说这个不吉利之类的，还是觉得说这很现实嘛，很现实。我妈妈的态度就是说，她怎么的她也要自己生活，她不喜欢跟那个儿女在一起生活，我能理解，我能理解，就是她觉得说人活一辈子要有自己的空间，自己的家嘛，她哪怕死在屋里，没有人就是救他之类的，他也觉得说这个就是很正常，你就算有人救你，可能也抢救不过来，所以就是他觉得说那样死了也挺好。我跟他的想法其实是一样的。我为什么我要给他买这个房子？其实我也是会觉得说，我妈妈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想要自己空间的一个人。她一辈子其实都为了儿女啊，为了家庭，为了丈夫。我觉得她晚年她一定需要有一个自己的空间。对，咱也聊了很多。包括我都觉得说，我之所以有这样就独立的性格，其实是跟小的时候总搬家有关系。我自己在分析嘛，就是为什么说你的性格这么独，我的独是那种独立的独。我不知道怎么去说这种感觉，就有的时候，我现在是谈恋爱了，但是如果说我不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其实是希望家里一个人都没有的，我不需要任何朋友，不需要任何的就是倾诉的对象。我觉得就是家里我需要我自己，我需要一个独属于我的一个空间，哪怕租房子，我觉得这个是我最舒服的状态。我可以几天不说话，不跟人交流，我觉得有一个独属我的空间，然后我是最自在的。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。其实谈恋爱了，你可能就是没了独立的空间，你很多东西你都要坦然面对嘛，你也没有自己的隐私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其实谈恋爱之后，这对于我来讲的话，我其实在学，我其实在适应，现在来讲的话，就是对很多事情看法都不是那个当时的那个看法。优秀的爱人，两个人会觉得麻烦吗？还好，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是利大于弊的。因为其实我跟大家说实在话，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很多人其实碌碌无为一辈子，也有一些人就是说做出很多的成绩，但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，其实都需要人陪伴。比如说那些成功的人士，如果说没有人去分享他们的成功，其实他们很无聊的，他们会觉得说，哎呀，没什么劲。我身边有这样的人，很厉害，没有，甚至周围连个吃饭的人都没有。我就在想，他赚这么多钱，其实挺，对吧？他连吃饭的人都没有，相反的，我们可能说
能找一个人去分享，能找个人去熬过自己比较难的那个时间，我觉得这挺幸运的，两个人可以商量事儿，两个人其实商量不了事儿，但是我觉得吵架是可以。我觉得两个人其实决策一些事儿会比较难，就是可能就是两个人很难有认知达成共识的，所以两个人不会商量出事儿的。两个人商量事儿一定是有一个人在妥协，那个不是说商量出来的，那就是在妥协，那个就是在谦让而已。认知不同，两个人在一起确实是麻烦，但快乐也比一个人多得多。我其实一直都会觉得说，与人分享很重要。我上学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好朋友是这样的好朋友，其实我一说你们就能明白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是会偷自己家钱给我们买吃的，带我们去游戏厅的。你们小的时候应该也有这样的好朋友，他会偷自己家的钱，然后带我们去吃好吃的，去带我们去打游戏，然后买游戏机币子。其实你按照常理来讲的话，你觉得这人神经病这是，但是后来我也变成这个人了，后来我也开始变成这样的人了，后来我也偷家里钱，我就回报他们，哪怕我们家里条件特别不好，我也会回报，老干这种事儿，那其实有趣啊，就是有的时候你的乐趣是来源于别人。小爱同学，关闭主卧空调。小爱同学，关闭卧室空调。没问题。然后我把灯关了，就显示红的。我把灯一关就能看出是红色。染太黑的就觉得好奇怪，就是一个半红不红、半黄不黄的。是的，我染过这个颜色。我们过几天可能就会出发了，把这个片子剪完了，更新完了，我们就开车就出发了。第一站江西，但其实江西没什么，我不想去江西，想直接去长沙，长沙完了去武汉，武汉完了，哎呀，我们第一站可以去广西耶，第一站去广西，然后从广西上面是哪儿啊？广西，
地图在哪儿？什么时候自驾到上海的打算？上海没有打算。上海好像也进不去吧？上海好像就限号。我们可以去什么昆山之类的。有些城市其实就会比较麻烦，我们也不会去虽然说我们目的地是北京，但是我应该也不会进京，因为我的车牌也进不了京。我们会在北京的周边，然后转一圈儿，处理完事儿我们就走了。我们的终点应该是哈尔滨或者说沈阳，然后就往回走，然后回来的终点应该是云南，应该是云南，因为我有打算在昆明买一个小房子，或者说在云南的一个小县城买个房子啊。但我们一定要去辽宁去尝试一下那什么。然后你饿不饿呀？你说你就点呗，拿这个点。不是不喜欢云南吗？我没有说我不喜欢云南，我只是会觉得，就是没有到不喜欢，会觉得云南人生地不熟的。但是现在就先去看一看嘛，我们也不决定什么。是哈尔滨长大的嘛？我小的时候是在大庆，然后到了13岁，然后去了哈尔滨。去天津吧，我们应该会去天津，因为我们可能去北京的时候，应该是会在天津站一脚。我们贵州后边那个字念啥呀？什么东南？黔东。黔东南啊。你不想吃是吧？现在北方在这边定居很多，在哪边？在广东吗？北方在哪儿都多。叨来了，刚才剪片子可认真了，快夸他。夸不了。剪片子俩人就吵架，我都不愿意看他剪。别骂我就行，要不点麦当劳吧。我觉得也吃够了。吃麦当劳吃够了？我觉得你吃够了。吃啥吃够了？麦当劳啊。这么苛刻吗？还好，苛刻才有好的作品。那不是观众老骂吗？你们要是那个善良一点，也不至于就是，也不至于我们天天剪片剪那么费劲。昨天因为剪片子也是，我就忍不住发火。剪片子是一个烦躁的一个事儿，它是特别复杂的一个事儿，它就考验了很多。你没剪，你烦躁啥呀？你去提修改意见，你都烦躁。所以昨天没直播。没有，昨天吵架不会影响就没直播。我们昨天晚上直播了，我们昨天晚上还那个吃火锅来着。我们是偶尔就是不直播。
怎么觉得图图这么憔悴？我最近这个枕头不太舒服，我又在网上买了一个200块钱的那个雅朵星球记忆枕，我实在是受不了，我每天就是这个枕头让我会非常非常的头疼。买了，我是喜欢那个记忆枕。对，现在这个枕头太矮了，就是那段时间记忆枕很舒服，那段时间我们不是在那个酒店里住嘛，那个枕头非常好，那枕头就是我睡着就很舒服。我点这个牛肉粉了啊。你想吃啥你自己点，我等会儿我看我吃啥我自己点。你想吃啥呀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也不饿。你现在不饿呀？我不饿，枕着2把刀的胳膊睡。他每天他都吃蒜，枕不了一点儿。我就昨天吃的，那天吃烤肉吃了，我哪每天吃了？我点个黄大妈吃吧。他有一天他吃完蒜，第2天完了他说：“哎，屋里怎么有一股下水道味儿？”我说哪有下水道味儿？后来我一想，是他嘴里的味儿。就不是，哪有那么夸张啊？我都凑近你，就是那股味儿。那也不是下水道味儿吧？就是下水道味儿，就是你刷牙，它其实就是你吃蒜吃的太多了，它就是会嘴里会有那个味儿。家里从来下水道也不反味儿。他说怎么有下水道味儿？我说没有下水道味儿。完了后来他说话的时候，他不就是有口气出来吗？我就知道啊，那是他的味儿。对，他吃生蒜。对，啥也解决不了，就是得吃东西，然后再加上得代谢掉就好。对。行了，就吃这个吧。吃个西红柿炒蛋，哎。手术还没做呢。准备啥时候去做手术？生蒜是挺恐怖的，是的。我都觉得他算是味儿小的了，就是没有味儿的人。正常的吃羊肉啊，吃这么多肉啊，然后他蔬菜也很好吃的，又吃蒜呐，然后又吃很多重味儿的东西，他身上没有体味儿。为了图图叨叨别吃蒜了，无所谓他吃不吃，不想吃他吃呗。出汗出去了，他汗也没有味儿，挺牛的，这点。他之前他说他喜欢吃吃羊肉，但是他身上没有那个，因为正常吃羊肉都会有那个味儿嘛，他没有。体味是天生的，体味能去掉啊，体味能去掉，大家别因为体味自卑，有钱了就去掉，那个什么就那个腺体割掉就好。更新了吗？这不周4吗？平时不都周4更吗？今天周2了，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更完。也不知道能不能剪完。这天吃外卖能送过来。是的。
等会儿我出去吃，让他在这吃外卖。我现在觉得外卖很难吃，我已经吃不进去了。现在一说外卖，可能我觉得外卖能不变味儿的，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好理解，包括那个飞机外卖就相当于飞机餐嘛。就有的人就说，哎，飞机餐很难吃，飞机餐很淡，包括外卖也很难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它那个盖上那个盖儿以后，它就会水蒸气就出来了，出来以后那个水蒸气就把那个外卖那个原本的味道就稀释掉了，跟那个飞机餐其实是一样的道理。它只要有蒸汽，它只要是打包了，其实味儿就跟原本不一样了。因为很简单的道理，我们去店里吃了一家，然后叫外卖回来就非常难吃。所以我现在就能出去吃我就出去吃。那本身我吃饭可能一天吃2顿就够了，吃2顿我觉得就很好。对，它可能会，我觉得蒸汽呀，或者说那个什么氧化呀，这个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，对。你俩一起出去吃，他不叫外卖了吗？别跟他一起出去吃，因为他吃的东西跟我吃的东西还不太一样。其实我爱吃，我其实就是什么我其实。就是比如说我爱吃米饭，他不爱吃米饭，分开吃会好一点。吃东西也不挑，他不爱吃的东西他就吃的少嘛。二把刀是一个吃饭的时候不认真吃，然后我吃完了我就在等他的人，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吃饭其实就耗了很大的力气，吃完饭我就想立马就走。我是干什么事儿我立马干完了我就想走离开地方，他不是，他吃饭的时候他会看手机啊，会就是会处理一些事儿，比如说他吃饭之前会拉个屎啊，会尿个尿啊，会打个水啊，会那个就是买个东西啊，对，他会这样。包括他出门也是，那个非常磨叽。我其实有点受不了，但是还好，对，磨磨唧唧，这也不是多大的问题。但我觉得有的时候会觉得说，尽量不要跟他一起出去。啥呀？说那个，等会儿我要出去吃，你自己在家吃外卖的事。为啥？你叫东西了呀？为啥不跟我出去吃啊？那你不要叫外卖嘛。我跟你一起出去吃。你叫外卖了咋的？叫外卖我当夜宵吃。那我现在还不饿呢。那反正我要跟你一起出去吃。那你就先吃呗，吃完了完了，看你饿不饿，不饿我就自己去吃。饿我也跟你去吃。吃2顿，他能吃2顿。我就算不吃，我也跟你一起去。两口在一起吃好，在一起吃贵，健身一下就没了。他今天也健不了身，明天他也健不了身。为啥呀？你片子讲完了吗？那你不差这2小时。
图图嫌弃叨叨吃的慢，他就是干啥他都慢，磨磨唧唧的。那你吃着急干啥呢？你的时间回来也是躺着。很累啊，我吃完我就想回来躺着呀。这是坐呢，坐一会儿呢。坐一会儿刷刷。外边还下雨吗？下。那你叫外卖，那你得1个小时能到。那你正好啊，我们俩一起吃，一会儿出去吃饭，外卖到了你先放着。2个人互补了。吃饭消耗能量。吃饭是。因为有的就哪怕去店里吃也不好吃，所以就是很考验耐心的。9点多可以去吃那个铁板烧，去不去？走吧。走吧。哎呦，哦耶！9点多那个铁板烧还没关。他是不是研究到穿裤子，外边冷？爱民铁板烧。我记得是研究到12点，不用看了，怎么办？穿个不拖地的裤子。我就穿着吧。我现在屋里也挺热，外边就是随便。但是我想尿个尿去。你看，出门之前就真死样的。一会儿他妈拉屎，一会儿尿尿的。尿尿不正常。不是，你们能懂这种感觉吗？一干啥就是，那个我出去拉屎，我尿个尿，等一会儿那种，就这样。真的，我就服这帮人，你知道。那你不出门尿就能憋着，你出门你尿去哪？不是，我就说他怎么就是啥事他就出门之前他就能想起来。一点都不冤枉他。走吧，你拿手机。哎，不出门就不用，出门，你关键是你不出门你就可以憋着呀。你一出门你就不想憋了，你就赶紧给它杀掉。这几年都好了，前几年电梯里都是。你手机在电梯里也有网哎？在地下没有是吧？我的反正在地下没有，你的好像地下也有吧？你是啥呀？联通。联通，北京联通。移动。北京联通。在北京办的那个号。你在北京办联通卡了？流量卡呀，我平常用的那个号没有流量，是个基础号。我平常用的那个接收什么验证码的那个号，都只有个基础月租。是怕冻死你外边一点也不冷。联通确实不行。对呀，你看图图的这个，图图这个移动卡在地下室都有信号，我的一进地下室就一点信号都没有了。在地下车库嘛，对。启动之下，你要不要把它弄上去？还是你手拿呀？联通在南方不好用，哪个小区呢？你打听这么清楚干啥呀？起来我看不见，我手拿着吧，这个吸不上去，一会儿。联通在南方不好用，但是联通的那个就是上网套餐便宜。南方就电信好啊。对，南方就是电信。但现在手机有电信卡了吗？只有网络有吧？
手机有电信卡？现在没有。有，我之前就用的电信卡。我之前不是办那个网吗？他给了一张电信卡。我用的电信卡。能停车呀？没问题。能停，咱们上次不就是开车去那儿？哪个路线你知道吗？你要去，我导航一下。先掉头吧，那边。掉不掉头啊？掉头，他在那个人民路那个地方，或者那个人民四路还是人民路？这点人车这么多。出发，前方右转，在道路尽头右转。电信跟移动差不多，感觉都好用，联通差。哎，我以前觉得电信的网络不好。前方红绿灯请直行。现在可以带号转网了。叨叨，你外卖咋接？外卖就让他放门口就行了。外卖放门口，然后等到晚上饿了吃就好了。谢白天的点亮粉团。在下个路口掉头。电信一开始是不大好，后面慢慢也好。当前正处于大雨路段，5公里后您将驶出此区域，请谨慎驾驶。啥路？大雨路。大雨路段，那没下雨啊，这会儿。以前电信 WiFi 好，后面手机也可以用了。我以前老觉得电信的那个手机卡信号不好。即将掉头。有点过敏。掉头。又吸的啥了？车里有啥呀？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1.3公里。昨天估计你又从家里拉了什么有毒气体？可能是带的狗毛的东西吧，可能是。图图开的挺快呀，图图开车就是迅速果断。没有你果断。我开车你不嫌我磨叽吗？不是，你开车就是路口你就是疯狂的就是加速。我老怕红灯，所以我就赶紧加速，赶紧跑过去。二宝刀那个，比如说开到那个 T 字路口的时候，他就猛加速，他不管有没有车。然后还喜欢跟人家车屁股后走，人那条道啥车都没有，他就喜欢，比如说3条车道，只有1条车道上有车，他非得跟着那个有车的走那个车道，然后还怪那个车开得慢。哎，我不敢超，我不敢超，因为后边两边后边都有车，我怕超了跟人家撞了。你跟人家走完了，你还嫌人家慢，人家其他的空的你不走。它是空的，但是后边有车，我不敢拐，你拐我怕老。那你愿意那个吗？方进入右转专用道。这是雾气吗？这有油膜了。我上次让他洗掉了。那能管几天呢？油膜不是永久去除的。永久去除，那人怎么赚钱？而且这空气中的油，哦，都开就好了。他开车可以的，只是我别跟着，我要跟着我就忍不住输。他要自己开车，人家也没出啥毛病。
图图就是你跟他想的不一样的就是不行，你得跟他想的一样的，按照他的想法去做。放屁！开车，改天你录一个自己开车的视频，让大家看看你开车的那个思路和你的行为习惯，你让大家给你挑这错。到时候也有那个胸前的那个录音的那个录像的那个机器，就录吧。给你来个行车记录。向右前方进入右转。咱们这儿有行车记录仪。进入右转专用道。行车记录仪是出事才录。啊，他平常不录是吧？也录，但是会那啥。不会开车被网暴吧？谁网暴我呀？这没下雨，停了。在那直播的时候雨挺大的。对。你刚才唱歌不是说怕扰民吗？我说外边雨声都比你唱歌声音大，根本扰不到民。你是说我唱歌没力气了，中气不足了？不是啊，咱们的隔音本来就有，然后外边有很大的声音。去多远的地方吃饭啊？去3公里。我弟开车也老快了，说了他好多次也不见改。开车快没问题，那就是个人开车习惯的问题。开车快，你就要那个注意力集中点就行。那我驾校那个老师开车也非常快，我坐过他一次车，他是个 gay。哎呀妈，他开车又玩手机又开得又快，真牛逼！哎，我以前也坐过一个，他以前就。车队飙车的喜欢那种，开车老他妈猛了，我操！我就坐在车我都不敢看，我都不敢看。刚才说了一句脏话，你是想凸显你自己很 man 吗？说啥脏话？这老他妈猛了！我这个就是个口头禅。你在部队里边时间长了都会。刚才的那个也声音也变了，老他妈猛了！你在学张涵予吗？那我可没有故意这么说。干啥呢？这不红灯吗？他妈早过去我就过去了，磨磨唧唧的，人都过去了，就我没过去。旁边那个车也没车呀。这不修路了吗？没看着路吗？说你2句，哎，你就找茬想反驳我。昨天吵架也是因为这个事儿。昨天那个片子我说有问题，我要改一下，他就觉得说我说的是他的问题，他就在那跟我死犟，就好像挑他的问题似的。你这个，你挑片子的问题就挑片子问题，不要老说是我剪的有问题。我没说你剪的有问题，你说了，我说这现在有问题，我说得调整一下。完了你说哪有问题呀？你说哪有问题啊？你的原话是，哎，为什么你就剪的就不行呢？放你个臭屁！我昨天是这么说的。是的，要不然每次我是每次都骂你，你别记混了。我那是上次骂你的话。你上次骂我的话。昨天我他妈就在那块就调整那个。本身就是我说你就那个提片子意见你就提，你老是说你的问题。我是说这个片子咱们调整一下，完了他就在那块就觉得我在说他剪的有问题，就在那块给我。你确实说我剪的有问题啊！找那个支点就证明我是错的。经过第一出口，你的小心啊！因为你老是说是我的问题，你没有说是片子的问题。你每次都是提片子意见的时候都要说我，你就是自卑心理。我可没有。觉得就是我在找你，我这说的原话就是那样，你说的原话就是那样。下去我不带你吃，我下次给你录下来。下去吧你。不。
这次是图图开车，一般我们俩在车上都是他开车。他开车挨骂，他也不开。对，我就为了图图为了避免骂我，我也避免为了被他骂，他就每次就是他开车。一般就是我累了他开，或者说我喝酒了他开。对，就是图图迷糊不清的时候我才开，这样他就顾不上看路骂我了。去哪里？去去吃饭。有的时候车多。图图主要不让我开，是他怕车多，他怕我撞了。怕我自己车刮了无所谓，刮人车赔不起。好油多在这儿。这是哪儿啊？好油多。人民6路。再往前面走就是咱们住那个酒店嘛。好油多咋了？在那儿看一个房子，在这儿。600米后，在第2个红绿灯左转，前方红绿灯请直行。好像离那个吃那个鸡包不远了，那个大公鸡的那个。过红绿灯后，在下个红绿灯左转。上次你开车，你说图图要是想分手就别想下高速，那是节目效果，那还能真那样吗？你是什么星座来着？天秤座。天秤不极端。哪个星座极端呢？土象那个火象星座极端。我是一点都不极端的那种人。请注意，终点附近有违停抓拍，请规范停车。已为你推荐目的地停车场，点击前往。即将在红绿灯路口左转，随后立即掉头。风向就是神经病。风向没有标准。那不是你吗？左转，随后100米掉头。我这叫谦让。前方掉头。能行啊？能。还有空位呢。随后到达目的地。人家都停在路边。这有划线的呀？没有划线。你看这。已偏航，前方掉头。那停这儿吧，咱走过去。掉头。哪有虚线啊？不是哦，找。是虚线。像雾像雨又像风。100米后到达目的地。停这儿。我这就说这儿。我以前一直以为我是巨蟹座。傻。我还以为碰着啥东西了呢。后边有伞，拿一把伞下去。在后备箱是吧？但是刚好阳历是狮子。星座就是按阳历算的。哎呦，没看到吧？
他这乱停的车多了，这应该不收费。那我看有这条的。我一直觉得鸡包不好吃，但我们每次喝完酒就会吃鸡包。我也觉得鸡包不好吃，它还没那个黄焖鸡好吃。对。广东是不是已经夏天了？广东都已经夏天了好久了。但现在不热，挺好。对，这个季节来广州还挺好。因为你们那个北方的小伙伴就觉得很冷。鸡包是鸡公包吗？对，就鸡公包。牛肉。小肠，五花肉来个凉菜吧。给，看一点。他们说的粤语吗？我也不知道。高要吃大蒜啊，这个不用吃，这个不用吃，这个它也不用蘸料。你要一份土豆不？要一份吧。不要也行，换成其他的也行。那就要一份。来吃什么了？吃这个贵州的铁板烧。你喝水还是喝雪碧啊？我喝水。没有这么多。哎呀，你不就是吃饭爱就爱就买，人家有时买好。高一点豆皮儿想不想吃？能把车开过来吗？我问一下老板，现在到10点了吗？10点11分了。老板。你是停在上面那里。客服啊，你講咩睇事咧？最主要就有以前有上過用嘅天咁樣啦，一拍合過。那無所謂啊。上見開嘅。那到最後你都問人，你還沒分你還想玩啊？好，但係自家想法好多咗啦。你講意思啦，對吧？開單自家想法就唔係想法，到人家想法，人家就是人家想法。係意思就。哦，你們邏輯亂你嘛呀？哪想法就唔係想法，人家想法就係想法嘞。講你的想法。哦。
爆危即廿仲係囂仲講出嚟一種同而家公然性格公然有什麼唔同嘛？國家做嘢唔同。係用片都人哋做埋嚇，係用電視片我應該而家係講乜？而且我講乜人都二等人，係因為當然講過，係講我家人都而等我講嘅嘛，梗係唔掂啊！問啲你唔講咪你講，係講起我家人我計嘛？你講我咪唔掂啊？你講係這樣。跟姐姐聊得好火热，但是我听不懂。我加唔加即係以為你你講起伢嘅事。呢？係見你嗰河就交啲係要超下兩萬年，客家話我听不懂。超下兩萬年，講緊呢都係講過，係講唔學細家嘅我哋啊，係講半道，係講而半來都冇嘅，有一個健身人嘅習慣，同埋要咪同係講嗰條，要啲嗰條樣係意思應該係話係加唔加錢？或者係肯定係啲。你講嘅加唔加錢伢嘅意思，係伢嘅問題。寫漏咗，司法。你點解看我講啊？好過多。好叫咗喎，要幫我接，係咪？總是多餘啲技術咪係咪？餘技術。哦，總是多餘啲技術。等於係咁咗，我稱下好個四個喎，做過食。即係對唔咩意講嘅嘢嘛？你講嘅係這樣子唔會哪裡就是，你玩唔玩？因為讓我唔是成功的讓你愛用我講嘅。哦，愛用係要，係話200萬人，或者要也好過在。说借钱的事，咩愛玩着呢？这你都听得懂？加唔加錢一回事。哎。也有。你這樣子唔會知，係一回事。一回事啊！200萬。佢以為這個年代就是拿地方地出來的，就容易爆大。等你啊，還來加錢，不錯的，是吧？因為用的就是那種話，他吧，他都敢跟我開口了，就是他都知道我還要跟我開口，那我肯定。土豆在哎。土豆在干啥？土豆刚才开车去了，现在刚回来。绿豆周四更新吧，应该会更新。我们也想赶紧更完，然后赶紧去那个去玩去了。我是客家人，当然會聽。裝喺好書，係裝票啊！阿東哥，出邊啊有。阿東哥，而家5多歲啲馬要包，你還4年過咩嚟？這我係真係4年嘅。要咪，肯定要咪。謝謝盧卡斯的粉藍燈牌。蜜月了，我蜜月都度了好久了，給你播吧。更完你俩就解放了，是的。都分道揚鑣了。上哪分道揚鑣了？啥锅嘛？還是愛改就比較難。有多麼嘅，打我嘅打杯啫，係咪？話成而家落去，係個面走面，即刻馬蜂過晒，呢個咧少咗邊個後邊。哎呦，我今天沒化妝，不想去了。哎呀，我今天怎麼樣不想去？哎呀，都微辣了啊！好像沒有甜辣度吧？你喺馬來西亞的咩？你喺馬來西亞的咩？沒有甜辣度。咩啊？其實咁啲海南咧，我講係一直嘅低容易翻，有種嘅。係講嘅，跟誰聊？快遞員聊天呢，剛發快遞嘛不是。
你看干辅导名师，他心理方面的那个，让我建议你，外面有好，这样子。小姑娘当然高，他混了这一档那个，他那个对全面，当时还跑的那个现在，一种在屋里，他多钱的现在。有几个月？有三针克星。这个账号都600多人了啊？原本有多少人？哪个账号啊？工作号吗？原本也400-500人了吧？长得是国产。小米。我这个号的好友，这号好友说不定比那个号还多呢。很少，因为那些是都是毛差，进来的永远就从20到位，如果你老的只有1单。好的司机的，就要我说，你种永远都是1单，还记得咯？永远都是1单，我们你打摩托呀，好，说你要永远都是1单。越来越帅了。我不是图图啊。哎，喂，你好。你放门口就行了。嗯。就点饭。说白了，我妈就是愿意跟我一起吃饭。她来这儿，她也觉得这儿好吃。那本来就好吃啊。我觉得我妈特别挑。他跟你哥就不愿意吃啊？他们一吃饭，没有，真的不吃。那上次你们吃那个鸡包，他觉得不好吃。他们在叽里呱啦说的啥？不知道，听不懂。说借钱的事儿。好，那你有这样的，前面有个哦，对吧？就前面有。下次带他去吃那个鱼。吃鱼他不爱吃鱼。可是我觉得那家就是不好吃，他别找借口。虽然好吃的话，都没人呢。是，你看这家店就有。对呀、那你这那么便宜，完了还没人，那就是不好吃。米饭给我们上一下吧。我知道啊，等一下嘛，我给喝大锅啊。啊。
你要不要？不要我拿走。拿走吧。我别人了，现在。这个是板筋肉，也不知道是啥肉。你点啊，叫板筋肉。对。就比较重。它可能是猪板筋吗？咱还不如点2份小肠。下次再吃个点。不够了再加啊。好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涮那个碗米饭。这个人在贵州，贵州那个铁板，贵州那个铁板，你们贵州人应该吃过吧？有贵州的吧？像那种就煎肉，铁板煎肉那种，这都是肉，然后一靠一靠，然后这个汁水就收了，就干巴的，然后就现在其实也可以吃。铁板煎肉，对，就是铁板那个烤肉，但是它这个就属于，铁板烧。对，铁板烧，但是它有点炖菜，就是炖菜把那个汤汁儿什么的，把那个料汁儿都给它吸进去。然后最主要的，他们是吃那个什么贵州什么叫安顺小肠啊，安顺小肠，安顺小肠，然后就是煎那个小肠吃，就那种东西。那个小肠确实好吃，不苦，然后也没有味儿，煎完了就是嫩嫩的，嫩嫩，然后脆脆的。这都是肉，牛肉还有什么猪肉之类的，没辣椒。其实这已经很辣了，它这个料汁里有辣椒。再加肉还会配辣椒的。它这个酱料里边有辣椒。这一份你们猜多少钱？就我们这一顿，你们觉得得多少钱？还有菜没上呢。是啊，我就说嘛，我们要在这儿吃一顿得多少钱？这种环境。米饭无限吃，不到120，差不多120、130左右吧。120、130左右。137。因为我们点饮料了。这可乐你们猜多少钱？这个雪碧你们猜多少钱？这雪碧你们猜多少钱？就你们城市雪碧多少钱？5块、3块、6块。这个是3块，这个是3块。水是2块，很便宜。它那个水2块。米饭是3块钱一位，随便吃。但这个大米不太好。好便宜，好便宜。这全是油，就得把它煎一煎。全是油。能咬动那个，就是瘦肉。我爱吃瘦肉。我们还有这么多，这全是我们的，这些加起来才130。没事儿。没跟你说。这个是5环是吧？这些是生的，就放在
边吧。行，这也是我们点的啊。对，都是你们的。行，谢谢。要放锅里炒。啊，这个洋葱好像3块还是6块。然后这个是豆皮儿，这个是小肠，这个是洋葱6块，百叶，这个是五花肉，豆皮6块，这个小拌菜，一桌加起来是137啊，一桌加起来137。你们可能单独这个锅，你们说100多，不是，加起来很便宜。所以其实惠州的物价吧没有那么高，我们吃不完。你别小看这位，这位可能还加东西呢。倒掉了。没有了，看得出来。贵阳，这不是贵阳，这是惠阳。还有2个口味的，看对，这是惠阳，但是卖的是贵阳的东西。米饭。这直接倒进去。黄喉可以。我最爱的是黄喉。这个城市物价其实不高，你想想房价很低啊。但你要天天像我们这么吃的话，就是钱就都没了。因为广东整个这个城市都是吃宵夜的，所以我觉得吃占了大头。白色的叫北方叫新馆，南方叫黄喉。新馆。对，黄喉。这是瘦肉，牛肉，这是牛肉。惠阳买套房子，香港人在惠阳买房子的应该比较少。香港人直接买深圳。其实有点辣的。给我拿了吗？你摆着呢嘛。雨停了没有？雨开始下了，刚才没下。
这碗可真小，南方的米饭碗都是这么大。下着雨吃个饭，长大了。夜阑卧听风吹雨，外边下大了。我们是坐在这个棚子里。下雨不冷吧？不冷。不会少雨吗？没风，没风就不会少。看图图吃饭，没人举手机，你看不懂。广东下雨不太会冷，不太会冷，除非是冬天。这肉好辣，它这酱料辣。但我觉得这个辣有一个腥味儿，要不然就有点。没吃，但是好辣，那边肉煮的时间长了辣。这周更大结局吗？理论上是这周更。叨叨吃的真香，有点辣辣的。
又烫又辣。是 H1吧？我跟我对象打赌了。你们赌资是多少？你们可以贿赂一下裁判，然后我们看一看。这个道理。要逼的话，我紧急撤回。那你打赌要是提前知道答案，岂不是没意思？跟对象打赌，输赢不重要。他也在直播间尴尬，没事，输赢不重要，你们那个打赌的那个乐趣才重要。3中，要看年数3中，就是这个都赢了之后。第3场，盖中打的了，我们2天吧，还小啊，盖中这个可以查到，好，这也有用，就是这吧，要跑呀，赌刷鞋。黄喉能吃了吗？然后我吃2个。没太熟，他在煮。打那怎么搞？熟了吧？反正它口感就是这个样子。不保险的话，再煮一会儿。你表情我好像我怕是要刷鞋了。我不知道啊，反正我也没说是 H1，也没说是 B1。2個半2個好像你說那是那3個半，你啲1年2間最緊要你2個半俾3個半，對嘛？女司機。主要1年，主要1副然後係咪3個半？2毛塊，2毛塊，嗰個佢嘅啫，2毛塊，2毛塊，你先講佢。剩个豆腐皮没下。还那么多呢。
因为我们刚才把那个没煮的那些全煮了。我开始应该把这些肉全煮上，结果煮了个土豆片儿。他们能看出来。吃洋葱嘛。谢金风秋玉送的点粉团。你们怎么总这么晚吃饭？因为我们起床就起得晚。我们平时5点多睡。对，我们早上5点睡，然后下午1、2点、3、4点、4、5点起。其他都是买过的哈，然后就知道。用帽子嘛，打开窗，它切打好。来，第四个。连它一直用毛啊的，因为的。那你的。千万先别吃这个，先别吃它肉煮在一起。看你们吃我都馋了，那你也吃。牛肉。它这个不好的一点在于，你从锅里夹都太烫了，没有办法立马吃。对啊，水能有点，松一年的打300斤完全鱼板子，以后呢。猪肉了，他们各个那个很拉巴团结啊！我今天要找到打就是找。这火你给我大一点。浅锅湾可以啊。这俩开始捋之后，你们也还是这样日夜颠倒作息吗？这个随缘吧。他是讲这一天係唔嘅，啲人同埋做啦，係啊，關啲公司啊，凉凉在吃，总吃的最吃到饱。我都夹出来，先放到盘子里，放一会儿再吃。啊？
刚才打火，现在火大了，感觉我刚才吃了好几个生的。这会儿熟了吧？尝一尝。熟了。做咖就好啦，做咖。普渡人呢？这干嘛呢？看不出来吗？熟了吧？图图怎么长？图图怎么长帅？一点都不一样。这是五花肉，这是小肠，然后还有洋葱，这个是新下的豆腐皮儿，小肠五花肉。想吃小肠也行，多泡一会儿。啊，这的小肠好吃。温馨提示：现在拍的才是图图。这小海的为你闪耀，你俩吃的够我们3个人吃了。这其实没多少的，就是2锅，就是正好是这2锅。你帮我说一下图图，我送一个墨镜。你帮我说一下图图，送一个墨镜，啥意思？来吧，我现在对着图图送吧。图图今天染头了，头发变得红红的。就是说啊，这样，就是拿到手机。
不送啊，不送，我镜头转过来了啊。就午夜城到大埔一单。谢谢小郑的墨镜，送我脸上了。三四五单，那个就是个3、4单，3、4、5单就30几块钱，40跟送一单，送衣服，明天呢？还是很凶的。哎，你就是拿我们中国买好东西吗？哎，对，有面嚟照嘅，只有2、3支多啊，如果唔掂埋一照嘅，成個照黃嘅。老板，我们这火关小一点吧。图图，你帮我说一把，说什么？你再来一个。你想说什么东西？你想让我跟他说啥？他偷我的酒，偷了好多。1年，这烟锅啊，这还改那个亮仔仔，我觉得那个，他偷我酒，也要偷了好多啊。不是说送个墨镜给他吗？你们以前最近说偷了我多少？买东西。行，你是说？饭节目。直播间粉丝送了个墨镜，让我跟你说一下。下星期再送。哦，你说实体墨镜是吧？下期再送，行，那你等他直播了，你再跟他讲吧。我还以为你说的是那个厂商吗？厂商可以合作的。你是厂商吗？厂商可以合作的。那是有件喺本喺度啊。这如果一个人的话，花50、60，晚上来吃一顿很好。那是女孩，女孩一个人。是。女孩俩菜就够他吃了。生活的也有态度。是。一个人吃也不尴尬。关键我觉得确实好吃。最后一回，你改重复嘛？还是差不多。一路向阿天你可能就两步，很多包不一样。哎，咁多個，但係點樣買到呢個？買到呢個嚟報下點一條。有個你多啲嘢，最多。是我为什么懂？就是拍板的价格是15块钱，然后他们进货价是。你姐也爱吃，那带她来吃。他自己估计不会来这儿吃。要我下班回来，我就能拐这儿吃一顿。他来这儿。哦。我还以为他就是搁这儿市区里边上班呢。现在小大夫那个法律的。那每天都跑那么远。最后面叫那个
面包车站有吗？在要批发部还要赚5块钱一件，他帮我介绍客户嘛。到这吃吧，看着就像啥吃法？点餐啊，点预看，就是说看多少赚。就是菜配的米饭。就是他，我直接在你家买，5块钱。这样的话，亏1块钱。是跑一半饭。一共亏2块，就是快递费1块。同时嘿，你话送多了，下单了最好的，如果你是下单自家做的，混到他这个，他听完这个老板，如果你就老板了，听见没？还是没个人如果你就老板了，所以佢哋嘅上都係天米波咁樣。中間最少個年頭嘅計些什麼？前頭佢嚟講，嚟佢講到後半度嚟買，我成嚿買落咁就，係咩共樓嘅話咧？因為天然點解來做咧？包括係嗰啲烤出嘅，係毛菇烤。自己做的飯不是。有品牌也有品牌，就是我们做业务的，这种表示的，这里有意向答应，但那个叫你这发出去到不了我这张，我看了，你们也没有，有意向他都会去。得到了你的肯定。要買就做少些，我買你裝係有乜冇裝係即係要買嘅。我點2份，我怕他就給咱們上1份。阿 Q，我最近做咩講咧？唔聽阿 Q 啊，阿 Q 就唔知咩。孩子還沒高開，不知道那個電腦怎麼人哋全職就抽成月。對啊，做我不懂啊，拿到媽媽幫我啊。人哋拿到我幫佢啊。這五花肉真是香啊！哎，老婆。老虎里面，老虎，老虎是老虎。好跑。你買嘅係餐也係一隻叫話人嘅餐餐如果餐唔餐下咧，慢慢嚟啦。我呢度做咩？你滿足得到，你滿足得到。我給一個建議啊，現在這邊多數的商家，學了講自家不敢隨便買，要自家求錢的，買4個公司。最多就到手里，一堆加毛的，是最加毛的，1000塊錢買的機器直接放在那裡。他覺得這肉肉羹嗎？70%可能吧。燒餃子，如果最愛食嘅係燒餃子最愛95或者我覺得就算週4不更，可能週5、週6也更了。是 H1吧？不知道，别问我。不要饭了，不要。你都吃完吗？真香，因为这是五花肉，特别脆。小肠现在再
再煮一下，都这样，我都能吃。都能吃，不是煎的焦点更好吃吗？但是呢，有一股辣炒味儿。加上多苦啊，就是一样吃饭呐。你让你要去饭，还不倒数一饭。你让你要去饭，还软不苦。这个毛子啊，又顺到90的盐。哪里啊？都顺了，进入地方了，我搞不了。别种红干的，不要种太加班了，我的是。我满面的哦。啊，你们是的，是啊。不是5点开门，5点营业啊。那个7点了呀，他在备菜啊，1点多他们就来了。7、8斤肉，从你的啊，没啥。我也从不中东的呀。没有今天我这边打的好容易。哎，就吹呀，没好搞嘛，搞不了。那个搞好表。我看有那个对不对？有那的，那个对不对？这个不表。就拿的那个锅子，还过来掉？哎，半场平了，我也是有一个锅。你觉得半场？有一个锅子，先做这个顶层的3天开始就有毛料，主要还是。是啊，还挣这么多呢。没有，最简单的。我看一下。剩这么点儿。他要吃的好，先看图图吃饭样子可以吗？图图吃完了，他不吃了。刚好啊，那好吃吧这呀？好吃吧这几个菜啊，不要肉。你都加这些亮的。在这底下才是黄，主要是饭铲出来了。我打一点米饭。6千7蚊左右。啊，以前有啲中文賣。啱唔啱啲中文賣啊？都放到酱上了。赶紧把酱放。哎呀！这个不是很正常吗？不是出几年会呀？哎，不有没有？你做一隻就服務，大家揾做做。啊，如果你做一隻就大家揾就對嗎？好的，你下就做做。这要是拿一碗大米饭，完了往这锅上一炒，老香了。是不是？来一碗大米饭，完了夸夸在这里一炒，把那个精华都吸收进去了。烫死了，这米饭。这米饭刚蒸出来的。
雪碧还有吗？没了。那不是还有水了吗？你搞的是那种，你搞的是那种就是什么来着？你搞的是那种开心开放，你是开放式的，是那个是那个刚好是去的那个监管，我是要30分钟，但是他给我的就是斜着打的，就是这里的话那个卡其实对你好。对，我觉得没事，你这么认。没事，你慢慢来，你不着急。就是我就是担心安全没办法，所以说我算了，我还是先搞太多了，叫另外一个。好，讲人家你弄上来，他越到收尾的时候，他越在那磨叽。烫。他就这样，他吃饭，他就是一到收尾的时候，他就在那块慢慢就有，慢慢。我刚才打米饭，他这新上了一锅米饭，特别烫。我觉得他小的时候就是他吃饭就边吃边玩的那种，他妈也不催他，完了给他妈惹急了就揍他一顿。我可不是，我黄色是后面，黄色是后面。别挤我，不要看你。喂，挤我，不要东西。係嘛？好了，給我哈。買沒的嗎？買完了嗎？我這裡。買的。看一下，還有什麼沒買的？咱们没买呢。雪碧吧。嗯。好。还有一个雪碧好像，加了一个雪碧，钱没结呢。是一起买，没买，还是就单独那一瓶？看一下吧，看一下。应该就一瓶。这两只有这一瓶没买。对，那瓶买了。就其他都买了是吧？对，都买了。新疆的，应该知道吧？哎，不打伞。雨下小了。看人了。谢时空是个圆圈的大啤酒。时间是座环流岛。哎呀！哎呀！我喜欢下雨天。那咱搁外边转转吧。我去。下雨天搁屋里也能听到下雨声。我喜欢下雨天，因为咱们有车，他们没有。
哎，热，开了，热的。我知道开了，我要把这个对准我。在红绿灯路口右转。右转。咋不右转呢？转呢？闪的。哦，他前面有个自行车，你给我转呢你！一个电动车就把你挡住了。路边停的电动车还是？傻逼！他可能不知道可以转。图图忧郁小王子啊，喜欢雨天。哇！哇，下的可大了，给你们看看。哦，不行，开车不能显这个视角。大湖路段，3.5公里。吃的沟满豪平，撑的四面八方。我感觉你年纪至少40岁了。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，你有钱做不到。想听孙燕姿的《雨天》，图图可以唱2句吗？你能听呀？是这首吧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是吧。是这首，那你不是会员，你只能听到这儿的。后边是会员专享的了。会员专享歌曲。哎呦去，这女的，哇，她没穿雷吗？她没穿雨衣是吧？对，她是个阿拉蕾。马就跟我那天一样，就是下雨了，穿的贼快，然后半路穿出个车，然后我就没刹住，我就摔了。这鱼属实有点大，油膜不去，看不清。好大的雨啊！这个转盘道啥时候能修好啊？烦人！这边他不修完了，他能整点那个路灯，这点路灯怎么？即将经过环岛。一般这修都是按以年为单位修的吧？大亚湾大道。快了！谢谢10公10个圆圈，爱你哟。进入环岛，从第一。我们哈尔滨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工程叫阳明滩大桥嘛，然后就是特别快的就建完了，建完以后塌了，全国他妈出洋相。豆腐渣工程不是豆腐渣工程。哦，你们宣传就是宣传的速度快。对，然后就贪污了嘛。驶出环岛。塌了，这家伙。继续行驶1.3公里。就我家附近，郊区。就当时新闻报的就是，哎呀，可快了，这努力的。中国速度。就塌了。你上新闻这么重点的工程，竟然也敢贪？哈尔滨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发展不起来。这只是其中一个缩影。东就表面有钱，谢白色正气粉的能卖，我觉得北方都是这样。北方贪腐比南方严重多了，我觉得。惠州不也贪吗？惠州不知道。傻逼！你宝马4我就不敢撞你啊！谢谢春哥的点稳暖。瞎不可耻的。
后，在第2个红绿灯左转，前方红绿灯请直行。北方全是人情世故，是的。你北方，你就算去什么办事大厅办个活也他妈磨磨唧唧的。过红绿灯后，那门口也都是一堆那个什么中介。现在应该好点了吧？我记得我在回老家办那个什么办啥的时候，就是人多，主要人多。最恶心的是北京。南方要是敢受理各种举报，你关键举报有用啊！你北方你举报都没用。你在直播间说这些啊？我在老家办那个啥的时候，最讨厌的就是人多，然后还不排队，他们老插队。我就一个人，我就去的最早的，然后走的最晚。他们全都就一个劲儿就往我在老家我都不敢办，往前插。我觉得他们好凶。哎，真的那些人就老插队。一个这个人还没办完呢，那个就头都杵到那个窗口里边去了。你说他们这个机关单位的人都好凶，不耐烦。是。现在即将在红绿灯路口左转。现在也还那样。现在我们哈尔滨好点，我们毕竟旅游城市。左转。装也得给我装一装。上一次不就是我带我妈去医院吗？我说太奇，就他们那个特别温柔的告诉我们怎么办理。我当时我惊坏了，太温柔了。图图居然还怕别人凶，图图现实里可有礼貌了。沿当前道路。不跟快递吵架吗？哦，前2天我们跟那个快递员吵架。600米后右转。他老是不给我们送，然后说打电话问我你怎么不能去快递员？他老放到那个快递站嘛，然后我就不让他放快递站，我说给你送到家里。他就问我你是缺胳膊还是少腿啊？然后把图图气得不得了。然后那天那个快递员。就是他又没送，然后我就特意让他那个当面签收，改的当面签收，然后他不得已，然后来到我们家，然后敲门让我签收，然后图图听到我俩在说话，然后图图就气得不得了，一下就冲出来了，就跟那个快递员吵，差点看图图的架势都要跟他打起来了。我就想拿东西揍他了，咱们不是放门口一个武器吗？那可不能揍啊！你揍他，咱就不占理了。我真想揍他一顿，他他妈就老实了。顺丰、京东不上门罚钱，那不是顺丰、京东，是中通的。图图真的我没骂他也没我真的没见过图图这么，他这么特别大的声音在骂人，图图从来没有这样过。把图图气得不得了，然后我看他那架势，图图就整个一个人就上前就跟他就面对面的搁人骂，马上就要动手了。我操！我在想，我操，图图要一动手，我赶紧把那个快递员拦住，然后让图图揍他。结果图图那个没动手，失望了。没有失望，没动手是好的，动手就是我们就那个不占理了，打人肯定不行。他这恨不得咱们动手，他讹点钱。对，臭不要脸那劲儿，那肯定不能动手啊，不能让他得逞。他那贱样，他就是那个一副那个小混混的样子，然后身上一些小纹身。然后瘦瘦的，穿的那个宽松的，像那个泳装一样，就是那个沙滩装一样。有你壮胆才做在有一天，他打他肯定打不过我们，但是打的话我们就不占理了。打你不得赔人钱吗？对呀，打的话人家报警。这年头还是控制点好。
10年前网购都是默认送家里，后来才有驿站，就这2年是有驿站了，之前都是送货上门的。你要给我打电话，你说哎那个给你送驿站了也行，他连电话都不打，直接送驿站。笑死我！一朋友对象打架进去了，打架肯定不能打啊。图图要那天要动手，估计我也会拦着他。谢谢修宝送的点亮粉丝团。打架2万，一巴掌1万，那可咱们可不能打。有这1万块钱干点啥不行？恨不得让你打。今天还有个快递也放快递站了，我给他打电话说让你送上来，他不是中通的，人家就是稍微表现的说啊，你要那个是小件，你去拿一下嘛。我说你帮我送上来了，人家就犹豫一下说啊行，那我那个明天给你送。这态度感觉还挺好的，就是有点不愿意。不愿意也比这个傻逼强啊！还哎，你是没整没整？他就是直接说问你没手啊没脚啊。还问你是做电商的吧？他说那你等着吧。他以为咱的件儿就是非常紧急的件儿了，做电商的，他觉得那样就能对付了咱们。电商也不用他发货，每次也没派中通给他了。之前有发过一次中通，但是取件的也不是这个人，大部分是韵达派件儿。啊，真的那个是那个，好像取件跟送件不是一个人啊。极兔的取件送件是一个，我那个专辑我都是发极兔，因为我跟那快递员说让他帮我包一下，他收个那个包装的钱，就他会拿那个泡沫软泡沫包装多少钱？2块。这都算到粉丝了，都收粉丝2块。没有，都是包邮的。哦，就这个。哦，我上午打电话，他现在就送过来了。我还以为他明天才会送呢。这啥呀？实测纸。这啥呀？这啥呀？我的啥呀？收件赚得多，派件没那么多。他收件一单能赚多少？顶多1块钱。啊，那是啥呢？啥呀？就收拾花土的那个，就可以把它摊开，然后收拾花，把这个花给它土就给它弄碎了，它就可以防止那个土到处崩。看看这个好不好？这个便宜。它只要往那个分点。最主要是分解，别太结实，哪怕这个擦屁股抠漏了也不行。抠漏了两层，用2层。顺丰老资格的都收件儿，派件儿都是给新人。看着还挺好的。好不好？不吃的。吃这时候擦嘴巴。还行，这个便宜，好像3、4块还是3块一包。这个实测纸挺好的，就是感觉也挺厚的，没啥味儿。它就少。它羽绒服本来就没干。对。
把我那个移动吸盘拿过来。啊，等一下。不会堵马桶吗？不会堵。啊。对的，湿厕纸，现在用惯了湿厕纸，不用湿厕纸会觉得好奇怪，就会觉得屁股是脏的。我用湿厕纸我也觉得脏，我都拿水洗。哦，下次不能摸你手。它洗干净的都是。吃西红柿吗？不吃。下雨。小爱同学。打开客厅空调。你把窗户都关上吧。好的。这边阳台倒没湿，你湿也关上。嗯，你开空调了，你关。我知道。我那个天堂养刚浇了水。淹着了吧？看得到没湿。那淹了也不行。土豆好白呀，是因为穿了黑色衣服下。还听得见汽车声，是的，它临街。别墅也有声音。别墅声音还大，所以大家有钱就买独栋别墅，没钱就不要买，要不然别墅其实住着非常不舒服。我想体验住别墅的感觉，你就买个1楼。那就是别墅的感觉。刚才吃的挺撑，回来感觉6分饱。6分饱。那你吃，要不要尝尝这个锅巴？那给你洗个西红柿吃吗？不要。我想喝点东西，渴了。你要问我喝什么？家里只有水。你要问我喝什么？喝什么？冷萃。冷萃呀！你的冷萃。好了。慢慢喝点怎么留胡子了？发型也不适合。啊，先尝试一下。对。不适合。精神状态比以前好一点，不就是刮了胡子染了头发吗？
天我要去剪头发去。明个？你让我给你剪，你让我从头到尾给你剪，你别自己剪。下播了。下。那你把 iPad 给我拿来。阿布达这点好，就是让他跑跑腿儿啥的，他不抱怨，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懒的人，哪怕水在我面前，他离这个水比我离得远，我都说水帮我拿一下，他这点不抱怨。我的遥控器呢？遥控器真的做什么事情能不能让我放心一点？你又没说你要拿遥控器。我就不说你就不懂。你不说我怎么懂？真好笑，拿个遥控器。今天给我发了一张专辑。会有处罚吗？没处罚。稀缺小户型，74平，2房，18万。啥？74平18万？啊，月供674。哪儿啊？我看一看。你好，我约了写真，给我称名字。老梁给我发的，就那个。啊。他是老梁还是老唐啊？老柴，老柴，一个都不讲出来。还有你呀，15万，怎么可能？15万，加上气啊什么的，都50万了。15万。然后我们家里太大红树了，哦，这对面的话就是红树林森林公园，对，逛公园倒是挺方便，下面看河景也可以。特意从老家过来卖房子，重庆。哎呦呵，那得跑得挺远啊。是啊。是哪一年买的？2016年吧。当时买过来价位，记不怎么清了，但是总价好像是48万多一点。哇，这么贵啊！啊，然后加上税啊什么的，差不多50万。哦，这边管理费是多少钱一平啊？1块4还是3？咱现在为啥买？我就想把它处理，因为我本人不在这边嘛，我就想就是把它处理了。那当年怎么想得来这买房啊？因为我有一个亲戚在这边，我们就顺便过来玩，然后就看到那边房子了。对，这块的配套你熟不熟啊？很早过来。这个地方下面就是百年古镇，这个购物干嘛的还都可以。对面是红树林森林公园。学校的话，我想一下，是红树林小学，1路小学。对面又，我看一下这个几户，1、2、3，2梯6户。咱们这是74的2房是吧？这边是餐厅、客厅，餐厅加客厅的话是总共是25平。这是隔壁装修，东西装到我这里来了。我还以为你准备装修呢啊。没有。这阳台的话是4.5个平方，这是等于是正南朝向。你这个房子还挺好啊，它是
阳台、一客厅还有2个卧室，都是朝南啊。这厨房的话是3.9个平方，厨房是朝西，洗手间是3.7个平方。这个是主卧，对，这个大一点，这个有16个平方。哇！啊，这个挺好啊，这个客厅加2个卧室全部是朝南。啊，这是一个小卧室，这里是9.7个平方，这里也是朝南。咱这房子我换多少？23。单价是3080。目前在这个小区配多少房呢？当整个的价格大概是2100，你这个价格跟市场价还要差900。你要是急卖的话呢，又不一口价，15万的。怎么可能15万？我那时候买的是48万，加上气啊什么的都50万了，15万。我给您算一下啊，2000，人家整个价是2100，价格差不多。您最低多少钱出？20。我算一下，要2700，其实区别不大。就是目前这个市场应该都很清楚啊，对吧？房价一直在走下坡，越多可能这价格越难受。你这样也不敢起个租，17万也难。17万真的是血亏了。其实我接受不到。2200，就2300了，比市场价还要高100。目前配得了房的成交价。不行的。你想一下，你这个10多万，我已经亏了几十万了。你说你那个，理解，没办法，现在这个市场就是这个样子。你想卖高了也不现实。亏，但是不可能亏成这样大刀来砍，头都没了。这个。其实我跟你说，这个17万这个价格，目前就是这个成交价。你这样吧，你最低能接受多少？我最多，18万。18万。18是我最低的底线。那行吧，那我们就按这个价格先帮您出一波，好吧？那做个总结啊，就是泰达红树湾74平方的2房，总价的话就是18万。行，又是一口价，15万整。怎么可能15万？我那时候买的是48万，加上气啊什么的都50万了，15万。来，我们加你泰达红树湾。泰达红树湾。看一看，后悔。在惠州啊，搞一个毛坯的2房，哎，现在为啥要卖？这样。想急着用钱。这样的阳台视野景观，你们。这老柴每次拍视频都会问，为啥要卖呀？你他妈说为啥呀？缺钱呢？这问的人很恼火，你知道吧？大亚湾这5个楼盘千万不要买，要是有中介带你去看，你就直接把他拉黑。老四今天冒着对开发商的风险，把这5个楼盘通通告诉你。首先是位于深汇交界的小楼盘首寓花园，这个楼盘的活动空间非常小，而且没什么绿化，还对着高铁跟主干道，噪音的影响非常大，周边配套还很不完善。第二是这个位于万达商圈的恒润悦府，楼盘所在的位置确实很好，但是这个楼盘总户数少，楼盘自身产品也做得很老气，还没什么绿化，周边都是空地跟烂尾楼，这类楼盘在市场上完全不具备竞争力。第三是一个位于大亚湾澳头的97红树，这个楼盘目前就建了3栋住宅，楼盘周边无论是生活配套还是教育配套也非常不方便，距离石化区还非常近。第四，同样是一个位于澳头的海伦堡真悦府，现在已经过了交房时间，之前宣传的交房时间是4月25。目前整个楼盘好像搁置了，而且这个楼盘出入小区也只有一条小路，周边的配套还非常不完善，深汇通行也很不方便。最后一个是位于大亚湾中心区的中瑞怡润华府，这是一个小楼盘，配套还非常不完善，而且现在价格也没有优势，还要5000多到6000多带装修。这个价。朋友们，要便宜的房子哪里找？
我帮你找到了，这一套75平米带精装修，全屋瓷砖，包括墙面都到顶了，还有一个停车位带精装修的，业主都没怎么住过。包括我们看这个小区的一个原理，里面也有游泳池。现在它这一套在卖的是小高层，也是中间楼层，现在32万，户型也比较好，朝南向。32万，疯了！对于811城市0.6元门口这个楼盘，在前2年高峰期的时候卖到了1万大几的一个天价，而且是在811军区，毕竟不是一线民生。曾经大亚湾的豪宅啊，开通的红树湾悦最高峰的时候卖到是大概是1万8、9的价格，现在呢，115平的只需要单价5600，还带精装修啊！今天带你们捡到的是大亚湾。28万应该怎么样？下播了。那太低了，不行不行不行。那太低了，不行不行。